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：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不能全部看见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。生命就是一次旅程，我们会经历早年的繁华市井，会经历中年的酷暑炎热，会经历临近退休的秋风萧瑟，也会经历退休后的冰冷寒冬。在寒冬面前，每个人都无法依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孤独地过冬。人要么在孤独中熬下去，要么在孤独中无奈地归去。如何才能更安稳地过冬呢？一般来说，凡事要以保存自身热量为主，任何提前透支自身热量的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。有些人临近晚年了，还到处折腾，从而引来了无数的麻烦。他们轻则失去了钱财，重则连累家人，自毁晚年，这就是自讨苦吃的恶果。反之，有些人差不多退休了，就让那颗躁动的心逐渐地变得安稳下来，没有那么多的躁动，反而多了淡然的平静。如此，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人到60后，到底该怎么活比较好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，顺应自然者，融入自然，于自然中长久不息；顺应规律者，如顺应天地大势，同昌盛，同衰亡，皆凭天时。凡事都需要是遵循自然的规律。人过60，最精明的活法不是养生保命，而是逼自己做好这4件事。一、洗净铅华，极简生活。有国学大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：刚出生的时候，人心是纯粹的，往后50-60年的时间里面，人心是复杂的。等步入了晚年，人之心也逐渐的回归到纯粹当中，经历的多了，了解了人心的本质，知晓了世间的真相，那复杂到了极致；揽尽了世间的真相，那复杂到了极致，也该物极必反，变得纯粹简单起来了。简单的说，人到晚年的主题不是繁琐，恰恰是简单与简单。生活中享受晚年的时光，于纯粹的日子里活成内心愉悦的模样。有一个词其实概括得特别好，洗净铅华，将自身复杂的气息全部洗干净，再也不会受到俗世的束缚的影响，越活越潇洒，越活越滋润。极简的生活看似缺乏所谓的奢华气息，看似给人一种过于朴素的感觉，可实际上所有的简单都是一种天然的生活姿态。保持生活状态的天然晚年，又怎么可能会变坏？二、看淡看开。俗话说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只要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就不要管太多了，摆出不理事儿也不管事儿的姿态，那你会活得更加的安稳，否则就很容易惹祸上身。这世间的祸事，那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。也许你好心管了这件事，谁知道却也来了不必要的麻烦，这真的有意义吗？曾仕强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，这世间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自作自受，我们做了什么事就会迎来什么样的结果，结果好还是坏，没有人知道，反正我们是承受结果的那一方，而不是规定结果的那一方。有道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们只要把握过程，但无法把握结果。做人还是要做个少管闲事的人比较好，尤其是临近60岁的老年人，过点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生活，那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年轻的时候，也许你还有精力抵御生活的风险，可等你老了，就力不从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管这3件事，不然会伤害了我们。一、儿女的闲事不要管太多。俗话说得好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牛马。儿孙自然有儿孙的福气，那我们又何必为儿孙做牛做马呢？
每一代人都只负责自己这一代的事儿，隔代的事就不要管了。像这样的观念，每个人都懂，但就是每个人都做不到。有人会觉得儿女必须要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，不然就是他们不孝顺，因此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儿女的身上。有人会觉得我是家中的长辈，儿女和孙子就要按照我的模式去活着，反正代代如此，那下一代也该如此。人老了，偏激了，总喜欢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别人的身上，那是不对的。因为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如此又何必过分的偏执呢？人到晚年，其实我们都有轻福可以享，只是我们不懂把握罢了。而要想实现轻福，最好的做法就是要少管闲事，做个简简单单的阿胶翁。2. 亲戚的闲事绝对不要管，有道是人情归人情，钱财要分明。我们跟某些亲戚有感情，这是一码事，而亲戚的闲事我们要不要管，别人求我们，我们要不要帮忙，这又是另一回事。这两码事，如果我们混淆了，犯迷糊，那我们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亲戚有感恩之心，相信他们会感激我们的帮助，也不会伤害我们。但是又有多少亲戚是有感恩之心的呢？如果你遇到了没有感恩之心的亲戚，那你就算付出再多，别人也只会笑笑而已，什么都没表示，甚至还会做出得寸进尺的行为，这才是最要命的。亲戚这个群体很复杂，也很矛盾，本该讲感情的群体，竟然要沦落到讲利益，而且还要尔虞我诈，这又有什么必要呢？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不要管亲戚的闲事了，反正他们做什么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只要我们坚守不理闲事的原则就可以了。3. 家庭琐事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些事儿需要我们出头去做，那我们责无旁贷，而有些事儿其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那我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比如说今天某某家人煮菜放多了盐，某某家人没有搞卫生，某某家人说话太大声，这些事儿太小儿科了，也太容易引发矛盾了。可是就是这些小事儿，老年人才喜欢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承担大事，就喜欢在小事儿上琢磨，如此这个家庭，这亲缘关系又怎么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呢？管事儿之前，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，这件事跟我们有关，跟家庭的兴衰有关，那我们就去管。如果是别人的事儿，或者是家庭的小事，那我们当看不见就好。所谓半精明半糊涂，你过分精明了，那儿女或者是老伴就会觉得你难以相处了。你走中间线路，做人懂得变通了，相信您的家人会更加的尊重您。凡事看得开，看得淡，一念起万水千山，一念念沧海桑田。到底是坚持执念还是放下执念，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们，唯有自己才能够帮得了自己。只不过到了60岁，还是要及时的放下比较好，都执着大半生了，没必要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安度余生才算是最高明的选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